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食人驾到的你不知道的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我们这一集的内容要来讨论的是《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17集。这一集的内容是延续上一集，吕布在取得徐州之后呢，渐渐的跟陈氏父子非常的要好，就是陈规跟陈登这两个人慢慢开始取得了吕布的信任。但是这个时候呢，陈宫就不开心了，常常呢就跟吕布发生一些口角跟争执啊。那电视剧演到这一集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想到，我们在第14集的时候有聊到张飞因为喝酒误事，所以失掉了徐州这个城池嘛。当时呢，我们就有讨论说，徐州当中有分了很多不同的势力，其中一个势力呢，就是地方的士族。那其中一个非常著名的当官的士族呢，就是陈氏嘛。当时我们就只是点到为止啦。那这一集的内容呢，我们就来好好的了解有关于陈氏父子，也就是陈规跟陈登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咯。好，那这边来跟大家先解释一下，就是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过嘛，汉朝时期你只要家中是有经书的，或者说你掌握了一部分的知识，你就很容易当官。那长期任官的结果，这个家族就会越来越强大，或是说他在当地就会很有势力，我们就称之为士族。那很有名的士族是谁呢？也就是我们前面断断续续有讲过，甚至有人封号4世3公的汝南袁家。那徐州有没有像这种名门望族呢？虽然没有像汝南袁家那么的显赫，可是还是有的，那就是徐州的陈家。我们在讲陈规跟陈登之前，要先提一下他们的祖先，名字叫陈求。这个陈求呢，也是一样，从小嘛读书嘛，开始任官嘛，而且他的个性其实非常非常的刚直。最初是当县令，他有一个长官，这个长官是掌握好几个县的行政权，那他就有点像是说，我是长官啊，那你们是不是应该孝敬我一下啊？那通常叉叉 Y 假设你遇到这种长官，就是说，你是不是应该给我点好处啊？今天你给我好处，我就好好照你啊，你会怎么做呢？就给点东西当做做人情吧。陈求就是完全没有给你做人情，就是直接拒绝说这是贪赃枉法的行为，我不要。长官可就不爽，就是好，敢直接拒绝我，是不是弄你？于是当时他就动用了监察权，也就是督邮这个官职，说你不是负责监察官员吗？来，你给我去挑陈求的毛病，给我搞到他无法当官。结果没想到，本来应该算是这个长官走狗的督邮就说，你手下所有人当中，就只有陈求他治理地方治理的最好，全天下都知道，挑不出毛病啊！你今天硬要搞他，到时候出事情的不是他，是你呀！OK， 所以到时候长官就非常不爽，但是就拿他没有办法。当时我读历史读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说，这个是很难得的人才，就是你又有能力，然后你又有个性，好，甚至你可以有能力到别人要陷害你的时候还无从下手，挑不到毛病。对，而且他不只是治理政治而已，他后来有一段时间被派到了零陵郡来当太守。零陵郡在荆州的南部啦，那个时候那些地方很容易发生叛乱或是外族人的一些暴动事件。那陈求担任零陵郡太守的时候，就是遇到叛乱事件啊。当时叛乱非常非常紧张的时候，就有人告诉他说，你是大官，你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送命，赶快撤退到安全的地方去吧。结果陈求他就站出来说，我们深受国家的恩典，我既然是高官，就要以身作则，哪有地方官先落跑的道理呢？所以当时他就任命说，来，我们要加强防守。要怎么加强防守？零陵郡已经没什么人了，来，老弱妇孺你也给我上城墙，就是能出一份力是一份力。甚至他还请人说打造特殊武器。什么武器呢？就是一般来讲，你看到远方有敌人，你会想用什么东西来攻击他？弓箭啊。对，没有错嘛，一般的弓箭啊，一般的弓箭能够射100多步，其实已经算很了不起了。是辕门射戟嘛。对。结果陈求他是拿很像长矛长度的那种长枪 ，OK， 来当弓箭。你说直接用手臂这样射出去吗？那这样子也丢不了几步嘛，所以他是制造超大型的弩床，然后再把那个像长枪一样的箭给架在上面，一发射出去有逼近1000步左右的距离。哇，10倍的距离。对，所以很多那个贼寇原本想说，我们现在应该还在安全范围，咻一声，然后突然就被射中
重了，打个猝不及防，陈球就靠着这个奇招，最后等到了援军。所以他不是只会读书的读书人，他本身如果你要他上阵打仗，也有一部分的本事，又有操守，又能够打仗，然后又能够治理地方，所以后来他平步青云，最高的官衔就当到了三公中的太尉。太尉有人说就是三公之首，为什么？因为他掌握的是军事，所以这算是徐州陈家的巅峰了哈。那这个陈球到底跟我们讲的陈规、陈登父子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陈规是陈球的侄子，陈登就是陈球的侄孙。好，那我们终于讲完了他们的祖先之后，要来讲一下爸爸陈规，他为什么后来获得吕布的信任呢？先来讲一下哈，陈规他作为地方上的一股势力，那吕布你要好好统治徐州，你是不是要争取地方有利人士的支持？所以你当然一开始就不能跟人家撕破脸嘛，是啊，偶尔就要听取别人的意见嘛。那当时陈规有出了一个很关键的意见，吕布就想说，现在天下大乱哈，我在神勇也很怕别人来围殴我啊，所以这个时候有什么事情很重要呢？答案就是找盟友。那徐州附近有没有什么强力的盟友？有就是所谓的淮南袁术，这个出镜率很高的人哈。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有点登基当皇帝了，所以他表示说 OK 啊，联盟没有什么问题啊。那要怎么确定联盟呢？吕布你不是有女儿吗？把你女儿嫁给我的儿子，我们就是儿女亲家，就可以形成所谓的政治联姻。好，吕布就想说好啊，用女儿来换取两家人之间的和平相处，还有鼎力相助，这也不吃亏嘛。甚至《三国演义》都还有帮他加戏，吕布就会觉得说，袁术不是当皇帝吗？那我的女儿嫁过去，会不会就等于是未来继承人的皇后？这个算是高攀一笔了哈。所以吕布很爽快就答应了。当然这是《三国演义》加戏的部分，不过正史中的吕布也的确有打算派遣女儿过去。此时陈规就开始出意见，就说：“哎呀，就是那个袁术嘛，对不对？所有天下人都讨厌他，超级故人怨。你谁不好找？你找一个人缘最差的，信不信？大家都想贬袁术，然后你跟袁术是好朋友，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做什么事情呢？贬你啊！对，连你都一起贬，什么人不好找，你去找他。然后吕布这个人就想说，你讲的好有道理哦，就赶快把女儿给追回来。结果反而袁术就不爽说，你这家伙悔婚哦，搞什么东西？我是那么好骗的吗？所以陈规他其实出了第一个计策，就是导致吕布跟袁术的联盟解散。乍听之下好像就是搞破坏的嘛，对不对？结果呢，接下来陈规出了第二个计谋，反而开始帮助吕布咯。因为我们刚刚讲袁术很不爽嘛，所以袁术就决定说，我要去攻打吕布。那要怎么攻打呢？除了派出自己的部队之外，徐州附近还有一些小军阀势力，比方说叫做杨凤或是韩先，他们各自有率领一部分的军队。那袁术就有点像是说，来跟着我一起去打，如果我们打下徐州，我分你一部分的好处。那这些小军阀们当然也是见钱眼开啊，就想说有便宜有机会就赶快捞哈，所以就跟袁术联合在一起。所以一时之间袁术的军队是超过吕布的。那吕布一开始是有点慌张，就想说我个人是很猛没有错了哈，但架不住人家人多啊，这个可以打得赢吗？此时陈规就出现，他就说这个凤仙啊听我说这么一句话，就是乍看之下对方人多，但请注意他们是分成不同的势力，有袁术的直属部队，还有杨凤的部队，韩先的部队，他们是因为什么样的缘故才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攻城略地，你就可以分一杯羹啦，是嘛？所以人家是因为利益的关系才结合在一起，这种联盟是很松散的，而且人家今天既然为了利益会攻打你，你就可以做什么事情呢？你用利益去攻打人家，没错。他就劝吕布说，你也用利益，有点像是说你们今天背叛袁术，然后我们就杀袁术个措手不及，这样子袁术落败之后，他可能会丢下很多的军械啊粮草啊，我就分给你们这个杨凤跟韩先。杨凤跟韩先一听就觉得说，好像这个胜算更高对不对？于是就在双方决战的时候，突然杨凤跟韩先就背叛了袁术的部队。原本是想说3打1，结果我没想到我才是那个被打的1，袁术的部队就落败而逃。所以
陈规算是帮助吕布获得很漂亮的胜仗。等一下，所以吕布他最后打赢了。对，哇哦，那这个其实陈规还蛮厉害的。没错，他其实是有一定的谋略的，而且这也可以解释电视剧当中陈宫嘛，他原本设定是作为吕布的军师，是照道理讲他是智力担当，吕布应该要听他的，所以当陈宫一直不断说你不要听那两父子的话，那照道理来讲吕布应该要听陈宫的啊。那为什么吕布没有听陈宫的？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在史实当中吕布听了陈规的建议之后是有打胜仗的，那他就会觉得怎么样，这个人的话也值得听嘛，对不对？意见就是好的就多多益善嘛，对不对？你成功不要搞什么一言堂，一天到晚说人家不好，是不是你嫉妒人家？反而是吕布可能有这种猜疑的心态。那说回来这边就是陈规，我觉得以事后结果来看，因为他果然最后也有背叛吕布，那他其实是个超级厉害的间谍。是啊，就是他偶尔会给你一点甜头吃嘛。对，因为你如果真的说好，我要作为一个搞破坏的间谍，你就不断给吕布出馊主意，然后吕布就会走怎么样？我听了你的话之后，每次都出包啊。对啊，日子越过越衰，渐渐他就不想听了，你就对他没有影响力。可是陈规他是怎么样？好像就是你听我的话，你会有很不错的结果，所以你会怎么样？你会更想听我的话，在取得吕布信任之后，就一步一步诱导他走向他真实的目的，这就是陈规厉害的地方。当然啦，我觉得陈规有他厉害的地方。接下来听陈登的故事的时候，你也会怀疑吕布这个人脑袋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那我们讲完了爸爸陈规，现在来讲儿子陈登。陈登呢，他25岁的时候举孝廉，开始担任县长。后来呢，陶谦担任徐州地方官的时候，就觉得说，听说这个人很擅长治理地方，就请他主要是来当做农业方面的顾问。还记得吧？陶谦后来过世嘛，那徐州是不是会没有地方官？你还记得是谁可能要来接班吗？刘备啊，没有错。当时陶谦在临死前就说：“你看，所有人在曹操来攻打我的时候都见死不救，就你刘备来支援。我觉得你刘备很值得信任。我死后，你来当徐州的地方官。”那其实刘备一开始还有点良心不安，想说：“我当得了吗？”对啊，那个袁术啊，对，没错，徐州附近有强敌袁术嘛，袁术这个人是最见不得别人好嘛，那我刘备挡得住吗？结果此时就是这个陈登站出来说：“你要当，我也只支持你来当，因为你不来当的话，徐州就会一片混乱，到时候袁术就会来捡便宜，这是个最糟糕的状况。”是。所以刘备，如果你没底气，我告诉你，我陈登作为徐州最有威望的家族，我首先力挺你，我都挺你了，徐州其他人也会挺你，你一定可以当得下徐州这个地方的地方官。所以他算是一个当时就已经显现出来非常果决而且非常有话语权的人物。那后来我们都知道刘备就被吕布背叛嘛，赶跑了嘛，对不对？是。陈登一开始其实也没有跟吕布闹翻，反而吕布我刚刚有说过，他要重用有利人士嘛，不然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好好掌握徐州这块地方。那吕布曾经一度想过说除了找袁术结盟之外，还可以找谁结盟呢？曹操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当时的吕布就请陈登当使者去拜访曹操。结果陈登在拜访曹操的时候，就直接挑明说吕布不适合当徐州的主人，所以曹公也就是曹操，你有一天进攻徐州的时候，我陈登一定帮你。直接有点像是说，我就直接跟你挑白了哈，你缺内鬼是不是？我来当那个内鬼。OK， 那曹操当然会觉得说很好很好，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你先回去，关键时候帮我出手。OK， 好，那陈登就回去了。回去的时候，吕布就问他说：“我派你去出使曹操，那曹操有没有给我一些好处啊？联盟就是这样子嘛。我给你好处，你要给我好处嘛。”陈登表示，曹公没有对你有丝毫的表示。吕布就很不爽，表示说：“我原本以为跟着曹操有好处混，现在看起来跟着曹操完全没有结盟的好处，那我要考虑是不是要直接跟曹操撕破脸了哈。”那作为一个合格的内应，这个时候陈登就要想办法帮曹操说好处啊。他是怎么说的呢？他就讲说：“曹公
在我回来之前有跟我评价将军你，吕将军你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曹公认为你就好像一条饥饿的老虎，如果今天给你好处，就好像给老虎吃一顿饱餐，那老虎吃完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呢？睡，对，就想休息嘛，我也吃饱了嘛，对不对？吃饱不睡觉要干嘛呢？对不对？是。所以这就是一样的道理。曹公就认为说，如果我给你好处，吕布就会没有企图心，那这样子我们哪有什么联盟的利益可言？所以曹公故意不给你任何东西，就是要你吕布保持着旺盛的野心跟战斗力，这样子才可以为双方的联盟激荡出更大的火花。吕布听完之后表示有道理。这哪里有道理啊？这样你也听得懂吗？你现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会讲说，对，我看陈规的部分会很佩服，说陈规这个家伙是很适合内应。然后看了陈登这边的内容，就想说，是不是吕布本身自己脑袋也很容易秀逗？这种话你也信？可能吕布只听到关键字曹操称你为老虎啊，反正我不知道啊，这个逻辑我是不懂啊哈。反正吕布就觉得说，好，有道理。后来的曹操呢，果然去攻打吕布，而陈登也在关键时候就背叛吕布啦。当时吕布已经被曹操的军队包围了，其中也包含了陈登的所属军队。那结果吕布有抓到陈登的三弟，甚至就直接放话出去说，陈登，所有人都可以攻打我，你再给我攻打我试试看，小心我把你三弟给杀了。我想说我有人质在手，起码你要给几分面子吧。结果陈登听后表示，继续攻打，完全不要给我留任何情面。那他弟呢？这个时候弟弟会想说，真是好哥哥，对，我们真是亲兄弟。是啊，好在陈家果然是徐州的有名人士，所以其实当时城内就有人觉得说，我也要为我未来做准备了。对，有道是流水的徐州地方官，铁打的徐州陈家，对不对？我得罪吕布无所谓，他已经快完蛋了嘛，对不对？我得罪徐州陈家，那还得了？于是城内就有人借机把陈登的三弟给放出去了，所以三弟没有事情，只不过他们后来两兄弟相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历史就没有记载下去。Okay. 那后来在陈规、陈登的帮助之下，曹操击败了吕布。曹操也是一样，很器重这两父子，甚至就任命陈登说：“你去帮我镇守广陵这个地方。”陈登因此就迎接他另外一个军事上的表现，什么表现呢？广陵再往南部走，就会遇到当时一个很强大的势力孙策。当时孙策是已经攻下江东很多地区，还有企图心想说，曹操那边是不是有不稳定的状况？说不定我可以偷袭曹操的许都。偷袭许都有什么好处？我就可以奉天子以令不臣啊！聪明，证明前面的历史课没有白上。对，当时广陵就可以算是防范孙策的第一道防线。当时孙策的确有组织过部队去攻打过广陵。广陵城内人数很少，说到这边有没有一种即视感，就是好像以前也有一个人人数很少在守城内，是，而且历史惊人的相似。陈登的手下就表示说，打不过啦，我们要不要先撤退？这个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陈登表示哪有这回事，誓死守城。果然跟他祖先是一模一样的个性。不过他也不是只会死守而已，当时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秘密派遣了少量的部队出城，然后就告诉他们说，关键时刻你们就突然一起举火把，要让别人以为说，附近的军队赶过来救援了。此时孙策的部队他们就会人心涣散，我们再一口气城内部队冲出去攻击他们，就有机会偷袭成功。事情的发展也如陈登所预料一样，也是就是的确点火之后，孙策部队一片混乱，陈登出城作战，根据史书记载，斩杀了1万多人。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又会农业，又能够治理地方，然后又能够防守城池的文武兼备的人才，真的跟他的祖先很像。可惜他到最后估计38岁那年就过世了。他的过世其实为我们揭晓中国饮食史上一个很稀有的记载。我先问一个问题啊，叉叉 Y 喜不喜欢吃生鱼片啊？我很爱。你很爱吃生鱼片啊？是。那这个故事你一定要听听看。是。历史在《三国志》的华佗传，这个有听过吧？当然有，名医嘛。对，华佗传就有记录说，华佗医治的众多案例里，
就有这个陈登。OK， 他当时说广陵有个叫陈登的人，你看完全混合嘛，对，就是他了哈。非常喜欢吃生鱼片，爱吃生鱼片到什么地步，都得病了哈。那当时华佗去看就说，你这个是那个寄生虫哈 ，OK， 没有清干净，肠胃都有出现问题了哈。所以当时华佗就调配了一些药方，灌下去之后，陈登就开始大量的呕吐。历史是这么形容的哈，吐出3升许虫，就是一大堆的寄生虫，赤头皆动，就是这些寄生虫是红色的，好像都在那边软动状态。华佗就说：“你这个就是吃生鱼片吃太多的结果哈，而且你这个病根很重。我如果没估计错误，3年后你还会再复发。如果到时候没有好医生来医治你，我看你这个命就完蛋了哈。”那3年之后，果然陈登病就复发。那个时候华佗也不在他的身边，所以陈登有人估计他38岁那一年就过世了哈。叉叉 Y 今年几岁啊？好，我不讲了。那有关于陈登还有后续什么样的故事呢？好，陈登除了为我们贡献说中国吃生鱼片的历史之外，是。其实他跟刘备感情非常非常的好。有一次陈登他就派遣一个朋友去到许都那边说，你帮我打听打听，现在朝廷或者中原地区的人对我这个陈登有什么样的评价，我也想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知名度如何嘛，对不对？ Okay. 那好朋友帮他打听完之后就回来就说，很多人都说你为人非常的骄傲自大，总之大家对你的评价呢就是有才能但个性很难相处OK， 那陈登一听就叹气说，你知道其实我这个人是很谦卑的，我很愿意尊重有才能的人，比方说论文章的才华，我比不过孔融，如果要比英雄的气略的话，我比不过刘备。你看我重视这么多人，我其实这个人是很谦卑的。那些人为什么会认为我骄傲呢？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才能值得我敬佩的。等一下，你这个不就是回打自己的脸吗？他意思就是说，因为那有才的人，我是很谦卑的。OK， 我这个人很愿意跟有才华的人交朋友，在那些有才华的面前，我会很放低自己的心态，因为那些是值得交的朋友。那至于那些认为我那个脾气很臭人，他们自己要好好思考一下，是不是他们自己出问题。这是陈登有没有注意到，他很佩服刘备，是刘备后来也很佩服陈登哦。刘备后来一度流落到荆州去，当时刘表有好好招待他。刘表除了招待刘备之外，后来还有一个天下闻名的人叫做许四。那当时就3个人就摆宴席嘛，一起吃饭。那这个宴席当中，许四就突然讲说，陈登这个人天下闻名但这个人江湖气息太重，依照现在白话文讲，有点8+9了OK， 不是什么好人物啦。刘备一听就开始注意起来，就问说，你怎么会这样说陈登？有什么原因吗？然后许四就说，我有一次游历到徐州去，我就特别拜访了陈登，结果陈登怎么样？完全没有想要鸟我，接待我的时候也是讲话有一搭没一搭，好像很不耐烦似的。晚上我说我要留宿，好，他也留我下来了，但是怎么样？他自己睡豪华大床，我呢一个小小的单人床，睡得很憋OK， 你看那种差别待遇大小眼，这个家伙气度太小，不是什么好人物结果刘备一听就说，你知道吗？现在天下大乱，真正的男子汉应该顾虑整个天下，而不是像你一样四处游历，只想拿好处。就凭你这个人品陈登对你算客气了。陈登对你，你睡小床，他睡大床。如果是我招待你怎么样？你给我睡地板，我睡100层楼高的顶端，我就是不屑你到这种地步啦。OK， 然后刘表一听就，讲的真猛就是刘表也是笑笑的表示说，刘备这个人讲话也是蛮有个性。对，从这边也可以看出来，刘备跟陈登，即便他们后来2个人分隔两地，但是其实他们2个是非常互相敬重对方、惺惺相惜的一对。好的，以上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啦。我们聊到的是徐州的陈氏父子跟吕布之间的关系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欢迎在留言区帮留言，分享你的想法，让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你不知道的三国系列，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Thank you.